类似像我这样的女生还没有完全做好当妈妈准备的，创立了2个角色，叫做 Doggy and Catty， 可以看一下。有时候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啊。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尼可不是基德曼。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哦。大家看我今天有没有一点不一样？这个叫什么热缩片是吗？这个热缩片的耳环是 Alice 亲手做给我的，有没有很心灵手巧？给大家看一下，是一个小苹果，对，是一个小苹果。Nico 也每天都笑眯眯。对，有很好的寓意。是的，真的很好，很喜欢，然后感觉和我很配啊。衣服也很配。对 ，Yes。今天的 Nico's Coffee Chat， 我们请到了一位漂亮的职场妈妈。大家好，我是 Alice， 然后我的中文名是月波，我现在在一家保险金融公司做它的内容营销的主管，然后很高兴今天见到大家。我同时呢，就有像 Nico 介绍的一样，我是一个4岁的宝宝的妈妈，然后我同时自己也在 run 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叫做妈妈 on Pilot。那么这个组织呢，是一个给艺术妈妈和所有热爱的艺术的一个家长的一个群体，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那我们让 Alice 给我们再多讲一下这个妈妈 in Pilots 到底是怎么慢慢形成的呢？好的，谢谢 Nico。其实这个组织呢，是我大概2017年的时候创办的。2017年也是我成为一个新手妈妈的第1年。那么其实在怀孕的10个月过程中呢，我觉得获得了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是第一次当妈妈。那么我当时其实说实话，有一段时间其实心情不是特别好。我相信很多怀孕过的妈妈应该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就是我们会说的这个 baby blues。你可能会有的时候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啊，或者是有一些会胡思乱想的时候。那我当时是受到一个很好的朋友，which是我老公的建议，就说他说其实你之前一直都很喜欢画画，你要不要试一下用画画的方式来排解你心中的这些胡思乱想的情绪，让你自己可以心安定下来。其实我在成为妈妈之前呢，我是一个蛮斜杠的一个青年，我会很喜欢自己做一些手工，或者是我一直有画漫画，并且也给一些本地的报纸画过一些专栏。我当时呢就创立了2个角色，叫做 Doggy and Catty， 可以看一下。对，然后其实这个2个角色，一只狗狗，一只猫猫，分别是我和我的老公。对，然后我大概是出了一套10张这样的明信片，然后我的老公就说：“哎，我看你很久没有练笔了，你要不要现在怀孕的时候一边修身养性，一边多画一画？”那我其实当时正好做了一个怀孕的梦然后我梦见一个蔬菜王国，然后梦见里面有很多很可爱的蔬菜和水果在那个王国里。后来我就把这个怀孕的梦呢画成了一本书。我当时给我自己的计划是，我从我的 second trimester 开始画，然后想说等宝宝生出来的时候，差不多正好可以画完，也不用着急，可能每一周就画1页，写1行字。那么最后其实竟然真的实现了这个目标，就是在怀孕结束的时候把这本书真的画出来了，不光画出来了，还出版了。不光出版了，还被新加坡的图书馆都有收藏到，他们就是全岛所有的图书馆都可以借阅。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叫做蔬菜王国的故事，怎么让睡着了的土豆国王睡觉，是当时做的那个可以说是一个孕梦的一个故事吧。那再说回到这个妈妈 on Pilot，我当时觉得说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觉得艺术真的可以带给妈妈一些不一样的体验。不管你是一个 working mother 还是一个 stay at home mom， 其实就通过创作艺术或者可以欣赏艺术都可以让你愉悦身心，或者对你的生活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我就在网上发起了这样的一个团体，然后慢慢的有很多的妈妈也有联系我说，我们也很喜欢创作艺术，我们也很欣赏艺术，并且我们很赞同你的观点，就是艺术真的能给我们的妈妈的生活带来很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创立了这个组织，现在我们一共有500多位成员在 Facebook 上面，然后呢，我们团体中有比较活跃的大概20多位妈妈艺术家。好棒，真的太棒了。那 Alice 就从一个斜杠青年变成了一个斜杠妈妈。对，斜杠青年妈妈。所以现在跟我们聊一下你当妈妈的感受吧。可以。是我真的觉得我一直还是挺喜欢给自己找点事儿做吧，因为可能不是一个特别骨子里不是一个很循规蹈矩的人。做妈妈说老实话，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珍贵或者多么就是说可以给大家每个人适用的经验，因为首先每个人的孩子都是自己最珍贵的宝贝，然后每个孩子也都各不相同。那我只能分享说我自己做妈妈我自己一路以来的一些心路历程吧。那我会觉得说第一就是作为一个职场妈妈，经常我们会问到如何平衡职场与家庭。那我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其实不要想太多，在于说我到底应该留多少时间给工作，留多少时间给孩子。我们自己家的这样的安排呢，就是我和我老公会每一周做一个时间表，针对我们下一周双方各自的活动，就业余活动和工作，然后还有孩子的兴趣班，我们会大家这样排出来，然后大家会轮流的，就是去安排这个家庭陪伴的时光。那最好的肯定是3个人可以一起互相陪伴。那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比如说我有在学一个 part time 的 course， 然后或者我老公正在学车，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时间分配开来，那么另外一方就多去 cover 一下。然后第二点我发现就是这个也是我另一天就是跟另外一个职场妈妈聊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当妈妈的很容易会有一种负罪感，尤其是你比如说自己在经营一些事业，或者是你总是觉得哎呀，我有没有给我孩子最好的，有没有把我最多的时间给他，然后久而久之你就总是心里觉着还自己可以再多做一点，自己还可以做更好一点。当然这种想法没有错，我自己经常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我现在慢慢的也是觉得呢，就是做母亲自己也要对自己多照顾一些，所谓的 self care。 因为其实你在孩子眼中你就是最珍贵的妈妈，那孩子也是你最珍贵的孩子，你必须要先把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身心健康，你才会带给他一个快乐的无忧无虑的童年。所以我自己经常也会在提升自己，不管是多学习，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很努力，然后也让他看到妈妈在做的这些非盈利的组织在做一些好事，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活动，哪怕我不是在直接的陪他玩积木玩游戏，但通过这些间接的一些 observation 一些参与或者影响，能够让他从中间也获得一些学习，让他知道妈妈其实是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在要不要考虑当妈妈这件事的时候，主要也是有一个很大的 concern， 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平衡自我价值和当妈妈这件事情。那作为过来人，你有没有什么 tips 给我们吗？我觉得就是再次想说一下，我也是一个新手妈妈，我还在妈妈的路上，路漫漫其修远兮。我的孩子今年才要4岁，然后我相信大家经常也听大家说terrible 2 horrible 3然后还有一个 F 开头的 4， 所以我们家现在就是在这个 terrible 和 F 开头中间，所以我和他的爸爸基本上也是3天一大会2天一小会的开，就说关于他的教育问题，因此我也没有说太多这个非常好的 best practice 可以分享给大家。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在自我价值这个方面，其实我也是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的时候你会想说，会不会我把注意力放在我自己的事情身上面太多了，然后以至于忽略了家庭。或者有的时候，如果当你比如说一整天，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幼儿园放假，然后老公上班，那我一整天带他，那我自己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又会觉得能不能有一点 me time 我自己的时间。所以怎么说，我到现在说老实话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 balance。但是我会觉得说还是因为你的家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怎么说，就是你的一个项目，你的一个 project， 而且这是一个 lifelong project。所以我觉得更多时候是要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它。首先要相信你的 colleague， 你的 partner， 也就是不管是就所有负责照顾你的这个家的人吧。对于我来说，我老公，还有我自己，还有我孩子，我们3个人就是这样一个 project 里面的 project partner。那我们首先必须要对对方有足够多的信任。作为父母，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然后作为孩子呢，我们也希望我们提供给他一个很安全的环境，让他愿意把他的事情分享给爸爸妈妈，愿意足够的信任我们。我觉得这个是所有一切事情可以 move forward 的一个前提。然后第二个话，我觉得就是商量很重要，就是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每一周会做这个活动时间表，可能听起来大家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 structure 的，搞得好像这个什么去军队里一样。但是我们会发现，去安排一个这样的时间表，把大家负责什么时间做什么，全部都提前说好。其实对于真的做那个事情，并且提高事情产出的质量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因为举个例子说，之前我和他爸爸就在照顾他吃晚饭这件事上，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对分歧。比如说他爸爸会说吃饭的时候不可以喝水，我说吃饭的时候可以喝水，就这么小的事情就可能会造成3个人开始一个小吵，对吗？所以当我们分工明确后，比如说今天这个晚饭就是妈妈来照顾，爸爸可以去打游戏，或者爸爸可以接着工作，这个时间段哪怕他看到任何他不顺眼的事儿，不可以说，妈妈全负责。然后同样的道理也是 apply to 他自己啦。这样的话其实会减少很多意见上的分歧，因为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们都相信，我们完全相信对方，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个家好，为孩子好。那其实按谁的道理谁的方法去做也没有那么大的分别了，反而这样会更好一点。受益匪浅，我觉得三观非常的正。谢谢 Alice 跟我们分享那么多啊。那最后呢，就能不能让你给我们类似像我这样的女生还没有完全做好当妈妈准备的女孩子打一点气？首先我必须要对 Nico 说，你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女孩子。如果你什么时候任何时间做好准备去当妈妈，我非常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妈妈，所以不用担心。然后也对所有 Nico 的就是观众女生或者是男生也都可以跟你们说一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被自己的一些精神枷锁所困住，担心太多，然后反而让自己不要去做一些决定。那我自己会觉得说成为妈妈或者是就是不要生孩子，这些都是个人的选择，然后也是一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我不是一个会把这样子的东西就 plan 到好说什么时间我就该做什么事了，我从来不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我相信大家听到我的斜杠青年的经验也差不多可以知道，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不要太在意外界的一些声音或眼光，尤其不要去在意说一些相关于什么时间就该做什么事的评论，我从来都不相信这些。我觉得别人的声音他们不能对你的人生负责，你的人生是由你自己决定的。所以当你觉得时间 ready， 当你觉得你的心情 ready， 身体 ready， 或者是其他的各个生活方面吧，比如说一些很 physical 的 financial 方面，家庭的 income 方面都很稳定的话，然后你又很喜欢孩子，你真的很想要个孩子，那就让它顺其自然的发生。那如果你现在有一些事情让你忧虑，或者你更愿意把这个时间在
努力的在工作上再更进一步，那我觉得也是你自己的选择。总之，它都会给你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一旦你决定了，你就不要后悔。那么一旦你决定了，你就把这条路走下去。然后，但是在没有决定之前呢，你有足够多的时间去思考，不要太在乎别人对你的一些评价或者催促吧。谢谢 Alice 的建议。也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对，我们再次感谢 Alice， 然后大家记得去关注她的妈妈 in Pilots 的 project， 提供更多的支持。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